比房产证还重要的4个证件无法补办，请慎重保管。现在这个时代，买房买车成了必须要做的事情，人们通过自己的奋斗购买到房子，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也有的是为了拥有更美好的居住环境，选择买个更好的房子。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的房地产提供的房屋多种多样，另一方面又道出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是比较迅速的。当我们买到房子后，拥有了房产证，自然是一件非常踏实、高兴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还有几个证件要比房产证更加重要。这些证件一旦丢失，将会面临非常大的损失，而且是没有办法补办的。那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究竟是什么证件吧。1. 购房合同要保存好。什么是购房合同？它就是根据咱们国家的合同法和房地产管理法的法律依据和相关的规定，购买者和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在平等、自愿、意见一致的情况下买卖房子时候达成的协议。说白了，就是你购买房子，房地产商给你出示你的合同。有了这个购房合同，才能证明这个是你的房子，你拥有房子的处置权。因为毕竟房子是大宗交易商品，价格比较昂贵，所以为了避免交易双方日后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和冲突，国家也是特别的设立了相关的法律，目的正是为了保护购买者合理开发商。当然，主要保护的还是购买者，因为购买者在整个房地产商面前显得还是比较弱小的。举个例子来说，恒大房地产公司大家都知道吧？鼎盛的时候，恒大老板许家印是中国首富，而且旗下的房地产更是稳居中国房产市场前3名。但是当爆出恒大公司破产，数以百计的购房者竟然要面对这样的情况，即已经拥有购买合同，但是却面对房子无法交付的问题。因为恒大公司没有钱了，他也就没办法继续把楼房给盖下去了。因此幸运的是，这些拥有购房合同的购买者，因为能够出示相关的合同，所以当地政府也是给予了一定的补贴赔偿政策。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购房合同要保存好，这玩意不用还好，一旦使用起来的话，就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2. 贷款合同要当心。贷款合同相信大家并不太陌生，这个合同不是面对房地产商签订的，而且跟银行签订的。现在通过贷款进行买房已经成为很多购房者的选择方式，原因还是由于房产的价格太高了。拿去年全国房地产价格的数据来说话，平均1平方米在6000元，而根据全国人民的收入来说，每个月均收入仅不到5000元。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地区的人们的收入肯定是不同的，而且差距也不是一星半点。贷款成了年轻人现在购房时的主要选择，一般选择的期限是20年或者30年。这两者的差距就在于每个月还款的数额是不一样的。选择还款期限20年的每个月相对来说还的金额会多一点，而还款期限为30年的相对来说还款额度就会少一点。既然是贷款，就会有利率，也就是需要多还一些钱。通常情况下，贷款合同是先把本息还完后，才开始还本金，也有的是每个月还大多数的本息，还一点的本金的情况。由于贷款合同涉及到的内容细节特别多，动辄就多达100条，说句实在话，要不是法律出身的，一般人也不会去查看这些细节，大家都会选择相信银行和房产开发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条款你必须仔细查看，并且对房产商进行评估。比如已经流行并且存在多年的预售房，它的形式就是房产商先把土地的开发权拿下来后，就设立一个售房部，讲述这个楼房的户型、价格、优势等，并且承诺什么时候就可以完成交付，而且现在购买又有很大优惠力度等。房产商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很多人在还没有见到房子的时候就把款贷了，开始每个月还银行钱的行为。但是很不幸的是，如果你恰巧碰到一个不负责任的开发商，一个没有钱的工地老板，或者一个贪心的老板，你的房子极有可能不复存在，变成烂尾楼。这个并不是个例，像河南的经济中心郑州，就是我国最大的烂尾楼城市。
这背后承载了多少家庭的支离破碎，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而且当时郑州搞了个吸引人才计划，承诺给博士生1套房，结果这些房全部是烂尾楼，而且承诺也像空气一样失去了踪迹。因此，如何面对这种情况呢？网上已经有了很多的办法，比如提前调查开发商的资历，查看其是否有信用方面的问题，或者看看该开发商是否在当地政府进行过备案，以确保其的确有开发楼盘的权利。但是最为谨慎也是比较可靠的是，购买现有房及已经建造好的房子，无论是毛坯房还是装修的房子，只要你能亲眼看到这个房子，就是比较靠谱的。这时候你再去贷款买房是不容易上当的，因此一定要注意让自己的贷款合同实现其真正的价值，不能遗忘其细节，以免给自己的权益带来损失。3. 购房发票不能大意。相信大家在购买手机或者冰箱等稍微大点支出的商品时，都会收到一张来自商家的发票，这发票上会明确记录购买者的姓名、年龄、金额、联系方式、购买时间等，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发生一些情况后所做的一种对买卖双方都有利的保证。购房也是同样的道理，它有存在卖家给的发票。当咱们把相对应的钱交给银行或者开发商时，那么就会给你发票，这个发票就是证明是你所购买的，对这个购买的房子有处置权。而且如果以后发生什么意外情况，这个购房发票就是很好的应对措施。只要你有它，那么相关部门就会根据这个来断定你拥有房屋的使用权等，保护你相对应的权益。上海浦东新区就发生过购买者由于缺失购房发票，最终导致法院无法判定具体的购买者、购买时间等，使得驳回了购买者的起诉要求，并且需要购买者继续寻找相对应的证据。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购房发票不像购房合同，如果丢失了还有找回的可能，因为购房合同一般在交易时都会有4份，户主、开发商再加上房产局都同时拥有。如果真的发生丢失的情况，那么可以重新进行打印。而购房发票则千万不可以大意，因为这玩意是不能够找回的。4. 购房车位合同要保存。现在很多开发商为了提升房子的销售情况，一般都会以买1送1的噱头进行宣传。这里的买1送1可不是买1套房子送1套房子，而且买1套房子送1个停车位。停车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的节奏越来越快，家家户户为了出行旅游的方便，都会购置1辆车，而正是因为私家车数量的猛增，导致有时候根本就找不见停车位，或者需要付钱才可以找到停车位。而小区推出的购置房产即可赠送停车位的优惠力度是不错的选择。当你下班回家后，不用再左找右找的为一个停车位而发愁，直接到小区的地下停车库就可以停着，实在是比较方便的事情。而开发商也会给你一份车位合同，目的就是告诉你和其他人，这个车位是专属于你自己的，其他人是没有条件和资格占用你的停车位的。这相当于是你自己的私人财产，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停车时更加方便。很多人在停车时，当没有免费停车位的时候，就会想当然的停在其他车主的停车位前，而且停完车就立马走了，连留个联系方式进行挪车的可能性都没有。这就给很多停车位的主人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像近些年因为停车位的争抢而产生的各种冲突事件上，就已经说明很多的问题。因此，作为停车位的合法拥有者，是可以也被允许在自家的停车位前进行一定的描写行为的，比方说车位已占、车位已买、请勿停车的字样，就可以对那些想要占你停车位的车主提个醒，这样你就不会受到被别人无意或者有意占领你车位时而产生的烦恼了。所以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车位合同，这个对你同样有巨大的帮助。总结，随着我国经济不断的增长，社会的法律化也不断完善，这标志着我国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法治社会。
任何人、任何事不得再以胡搅蛮缠、不讲道理来挑起是非，而且一切事情、纠纷均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得到改善和解决。这样既是冲突最好的解决方式，也是对法律的尊重。因此，在购置完房屋后，一定要及时谨慎地保护好自己的这些合同，以备将来发生某种不确定的冲突和纠纷时，做到有法可依，从而使得自己的权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